往鹤鸣峰跑！记住，死也不能让他们抓住你！请地主宾天。6年了，我怎么又梦到原主死前的事？昨晚捡回来的踏板，醒了。娘子目不能视。郎君，你醒了。你是何人？我为何在此？妾是山野村妇。昨夜大雨，我在溪水堰捡到郎君，便把郎君带回来了。我腰间的鱼符，你可见过？小鱼形状的挂件，它掉出来后，妾放在郎君枕下了。郎君若无大碍，请早些离开。我夫君不日归家，桥间外难，恐要生事。圣人亲卫都来了，这个踏板比我想的还好用。郎君，外头是何人？选我的人，娘子回屋便可。拜见郎君，圣上听闻郎君失踪，敕令金吾卫出城搜山。我等护主不力，请郎君责罚。我失踪多久？6个时辰。6个时辰。若那妇人真有害我之心，你们现在进来是替我收尸。郎君恕罪。回圣安后，自去足堂领30鞭。是。昨夜那伙贼人呢？不肯受降，全死在南崖卫刀下，行事干净，像是大族养出的死士。朱雀街走水，城门被开，我出城追贼，然后大雨，马受惊，我进了山洞。郎君，你脸色不对。有人骑在我身上，扒了我的外衣，摸过我的脸，还扯走了我的腰带。醒得真快，看来得把戏演到底。那就正式会会这位圣安第一郎君。什么人？请娘子先把衣裳穿上。你出去！发财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，想向娘子求证，事急从权，还望娘子见谅。郎君要问什么？娘子年方几何？这就是郎君所谓的重要之事。回答。郎君止步，妾乃良疾，郎君若要求那露水之源，只怕是寻错人了。我昨夜就在林间山洞避雨昏睡，娘子为何说是在溪边救我？我只在溪边见到郎君，其余不知。血府玉虚汤，只是这碗药里的黄酒未免多了些。娘子莫不是想灌醉我？你既愿救我，缘何有防备之词？此处并无烟火气息，不似酒局。你鞋底磨损有新泥，定是长途跋涉先至此处。莫非你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？郎君这话好生无礼，难不成我救你还救错了？我观郎君也是读书之人，习圣人之道，何以连有孕妇人都不放过？娘子放心，崔某行君子之道，对娘子并无觊觎。此处却非我家，我本欲赶至圣安，暴雨拦路，只得入山洞避雨。谁料洞中已有个光风一跃的登徒子，见我孤身一人，便欲强。荒唐！郎君现在知道荒唐了，若非我奋力挣扎，只怕清白不保。山洞离涧水西边2-3里，若我真有冒犯之意，何谓又在西边溺水？
我目不能视，在暴雨中逃亡，狼狈至极，只能佯装顺从，趁郎君松懈，将你推下山陷。如何？郎君是要致妾宁死不从，欲加谋害之罪吗？若我果真如此混账，娘子为何又要救我？我自小目不能视，挣扎时我摸到郎君衣上是西域浮光锦，此物如今只有圣安贵族才有，我怕招来祸事，这才将你捡回。我头部未曾有伤，何以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？那就要问郎君自己，反正你们贵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的腰带，郎君解了我的腰带，我便扯了你的。腰上的伤，那是因为你行为不端，我刺的。你待如何？叨扰了。去查。公子，山洞确有挣扎痕迹，柴火旁找到些烤蘑菇。公子，是光盖具，此物与松乳菇极像，寻常人难辨，误食会癫狂生患，轻则胡言，重则伤人。郎君投疾，或是中毒。涧水边呢？请公子过目。乱草丛里发现的。郎君解了我的腰带，我便扯了你的。见过小国公，圣人闻国公无恙，龙心大悦，特令卑职护送回府。有劳。圣人还说，国姑乃朝廷栋梁，天下文人之圣，若身子不适，可先回府歇息。圣人仁德，为臣者更不可逾矩。劳周将军明禀陛下，臣回府洗漱后，便进宫谢恩。这种小事也执着至此。银子、腰带都留给我。他信我是瞎子，也知道南客走后，已婚妇人必定先收拾床榻，连物证都还我。看来溪水边的事，他是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。好歹是救命恩人，两人还……郎君真就这么走了？那女子来历不清，可她有孕，还瞧不见。深山孕身逃路，哪一样都不是小事。郎君还留了银子30两纹银，已是仁慈。参见国公，卑职险些冲撞国公，请国公勿怪。郎君是南衙卫沈统领。沈统领这么早出城，可有公务？回国公，大理寺今日定了上官冲叛国罪。定。食讷之罪，骨灰不得入祖坟，女眷入教坊司，男子16以上为奴，日后大赦也不赦。大理寺倒是雷厉风行。还有一事，上官区长子上官慈昨夜被人持假令牌提走了。城外有人报信说附近见过可疑之人。国公昨日在城外，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之人？未曾见过。头儿，那位是谁？请和崔氏小国公。圣安都说他天罗星转世，太子见了也要礼让。难怪。追逃犯！茶点热水都备好了，请国公入内歇息。有劳。你去一趟。去哪儿？草庐见那妇人。郎君想通了，要纳妾，孩子也认。闭嘴！那为何接他？南衙卫往山里去了，他身份经得起查，未必有罪，落到沈度手里也要先审。他还怀着身子，郎君定是不忍。不忍，郎君何曾对谁有过不忍之心？头儿，就是这儿。村民说昨夜火光冲天，天亮前才散。搜。
什么人？南衙所巡卫，奉命捉拿要犯。你是何人？妾来深安探亲，昨夜大雨，与家人走散，只得在此落脚。陆羽呢？钱财呢？都丢了。头儿，有发现！刚说钱财丢了，这是什么？官爷明鉴，这是昨夜贵人留下的赠礼。满口胡言！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贵人？来历不明，银子又可疑，绑了！崔家小国公，都出去！头儿，滚出去！娘子恕罪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官爷，可是知道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下官什么都不知道。也请娘子莫将今日之事告知那位贵人。官爷说的是什么事啊？我记性不好，贵人昨日还取笑过我。娘子大意，下官沈度，南衙卫左统领，日后入圣安有事只管找我。原来是沈统领，妾夫君心丧，被婆家赶出，本想来圣安投亲，半路遇雨，与家奴走散。娘子受苦了。幸得遇见贵人，他留下银两和信物，说日后可凭此物去圣安寻他。可我目不能视，实在不便。备车，娘子有孕，路上走稳些。山路难行，先下山吧。下山可有别的路？我不便恐给贵人惹麻烦。有，那边能绕开官道。这里，我替娘子收拾干净。大理寺若查来呢？就算他们掘地3尺，也拿不着你和贵人的把柄。哼哼，多谢沈统领，您可真是个好人。崔千人未归。郎君问崔千，其实是问那妇人。圣安城有处院子，地段好，也隐蔽，属下以为用来安置那小妇人正好。我方才问的什么？郎君问崔千回来没？那你答的什么？郎君恕罪。家法30遍。是。郎君恕罪，属下失职，未能完成郎君所托。出什么事了？属下4时1刻赶到草屋，那妇人已经离开，被南衙卫抓走了。上山途中没遇见南衙卫，他应当躲过一劫，只是草屋被人动过。怎么动的？床榻、灶灰、脚印全被清光。属下进院时还以为走错了地方。他自己做的，手法老道。郎君，那妇人身份不简单。罢了，回城。走。娘子，到圣安了。圣安，我终于进来了。落轿，查车。南衙卫办差，上头有令，入城车辆一律要查。兄弟南衙卫的差有些东西看了不好脱身，你要先帘出了岔子，责任算谁的？车里什么人？该知道时自然有人告诉你。今日行个方便，改日我请酒。放行。娘子，圣安人多，内城规矩也多，若遇巡查，莫慌，提下官名后便是。我来圣宁安遇见的第一个好人就是沈统领。使不得，下官眼下只有这些，日后若有更好的，自会奉上。这木牌能唬人，娘子收着。多谢沈统领。还未请教娘子尊姓？妾身姓魏。哈哈，魏娘子就此别过。
这里比蓝郡热闹多了。大嫂，前头出了什么事？外乡来的吧？大理寺贴了判罪书，蓝助手将上官姬通敌叛国，株连3族了。上官愁深守蓝郡，却暗通外寇，县城纳呛，致蓝郡陷落，百姓遭屠，以大魏律令，罪入10恶之，谋叛。狗贼！蓝郡守军死了那么多，他竟敢开城迎敌！听说齐国给了10车金银，这种人就该全族问罪，连累百姓惨死，判的还轻。孤臣可弃，但绝不折节。师父，徒儿进了圣安，欠您的清白，我一定讨回来。恩公，果真是你！恩公，到了，寒舍简陋，您别嫌。老王肯收留，我也感激。阿元，快出来，看看谁来了！姐姐，小阿元，病全好了。上回巷口有个戴围帽的妇人，她追了半条街没追上，回来哭了半日。恩公稍等，这是衙门今日发的赏银。昨日您让我去报信儿，说山里有可疑人，衙门真抓到了贼人，老汉一文没动。真抓到了人？我只是借假消息引朝廷上山，再借崔玄玉光明正大入城，怎么会真有人落网？恩公收着，没有您，阿元那日就危险了。孩子高热惊转，不能拖，昂着涂采药，先退舍。姑娘救命之恩，老汉记下了。老汉只是防人，品级没有，可日日守门，城里动静还能听到些。守城门的人最清楚谁进谁出，我要入圣安，必须知道风向。银子你收着，立春快到了，给阿元买几身衣裳。恩公拿着，入圣安处处用钱，您这几日打听城门，老汉心里明白。多谢。今日我不当差，去买条鱼。阿元，把果子拿出来招待姐姐。姐姐，果子很甜。阿元，恩公呢？姐姐走了。圣安城就这么大，还能再见？阿翁，怎么了？无事，恩公的心，阿翁收到了。假消息，怎么会抓到真贼？小国公可算来了，圣人知道您进宫，特命老奴在此候着。老马总管久等。不敢，圣人说，小国公这个时辰入宫，定还没用膳，请您去甘露殿和圣人、皇妃娘娘用膳。有劳引路。小国公昨夜遇险，圣天和娘娘都挂着心。清河崔氏，朝里朝外多少双眼睛看着，您无碍，大家才敢松口气。马总管消息快，老奴只是在宫里跑腿。老国公3朝辅政，崔尚书执掌礼部，娘娘又在甘露殿，崔家的事儿，谁敢不上心？昨夜朱雀街失火，城门被开，死士自裁。今日圣人召我，不会只为用膳。小国公，昨夜皇城失火，
今日几位大人又在朝上吵起来，陛下一夜未眠。总管想提醒什么？待会儿见了娘娘，危急之事先别提。圣人这会儿受不得娘娘再动气。姑姑又动手了。老奴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了。郎君可算来了，娘娘从昨夜念到今早，连问3回，怕您伤着。姚姑姑安好。奴婢好着，娘娘等急了，郎君快进去。阿玉，让我瞧瞧，天子脚下还有人敢动你？金武卫都是干什么的？臣崔玄义参见陛下。起来，今日家宴不必拘着。你姑姑念了你一早上，再不让她看，朕耳边不得安生。阿姨还饿着，陛下少说2句。金无畏说你能脱险是被一名女子所救。正是。一个妇人半夜在山林出现，还能救你，此人来历要查。这么多蹊跷，陛下不问，偏问救人的妇人。宫里的人看腻了，又惦记外头的花了。朱雀接纵环，有新供词。陛下怎么不说话？臣妾说中了。朕只是随口问问，爱妃想到哪儿去了？随口。陛下若嫌，不如去批折子，少操心山里的妇人。姑姑，慎言。知道了。玄烨还是懂礼。启禀陛下，裴太师求见，说有急务面陈。朕去看看，你们先用。碍眼的老东西终于走了，阿叶，快，咱们姑侄好好说话。姑姑，慎言。外头都是我的人，若在自己店里还要憋着，我这10年白熬了。陛下方才在试你，他想知道你和山中那个女子到底有没有牵连。我自有分寸。这几日新皇派、旧皇派斗得厉害，蓝俊案是陛下在拿上官科立威。前几日他还同我提你的婚事。天华公主，他有这个意思。你是崔氏宗子，未来妻子牵着崔家，若娶公主，崔家就被卷进朝堂浑水。我能应付。倒是姑姑，下回别再为我惹陛下动怒。也不全为你，陛下身上的老人味儿越来越重，我想再闹一次，清静半年。裴太素可说为何事？半个字也不敢说，奴才猜许是上官冲的案子。老臣裴元修，恭迎陛下。太傅快起！朕说过，太傅年事已高，见朕不必行大礼，君臣之礼不可废语。先帝议政，从不摆这些排场。他说：“与诸臣共治天下，何须虚礼？”太傅有何要事，但说无妨。老臣年近古稀，精力日衰，恐难当辅政之任，求陛下准老臣告老还乡。太傅是3朝元老，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，国事繁重，朕正需你坐镇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朝中人才济济，老臣留与不留，与国事无碍。太傅是对上官求案不满，案子是大理寺判的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朕也不能越制。臣不敢。好，太傅执意要走，朕准了。谢陛下隆恩。裴太傅，
殿前失仪是大罪，钟鼓之魂不可辱，忠义之事不可负。还君朝服，以见臣心。吾有风骨，不是无德之君，望陛下三思。不愧是先帝托孤的红骨忠臣，一把老骨头，脊梁还硬。陛下，不如让奴才安排人。不可！裴家不是上官冲，上官冲死了，蓝俊翻不起大路。裴家一门6将，裴元墨若出事，边境3州都会动。奴才只是气不过，他仗着先帝恩师的身份，当殿羞辱陛下。先帝是他最得意的谋生，他自然向着先帝。可先帝早兵血脉已绝，裴元旦再有风骨，也只能做无君之臣。就是你要搬陆制？是。瞧这眼生，什么时候进城的？2个时辰前。刚进城就找到我，有点本事。如今圣安查的盐，陆氏不好办，30两。30两，给什么身份？城南佃户，祖籍清白，能过城门盘查。让开！京兆府的人来了！他是谁？裴元焕，3朝帝师。那是裴太傅，怎么连官袍都脱了？裴太傅，外乡来的吧？3朝帝师，当今太傅，正一品。后头那3位呢？裴家战狼你也不知，大魏2桩大事：第一，出过女帝；第二，裴家一门6将替大魏守着半壁江山。先帝临终托孤，靠的就是……行了，不说贵人的事儿，你陆政还办不办？办。30两，圣安查的盐，这钱买的是命。5两。30两，你拿5两打发谁？这不是陆提钱，劳你在这儿等我一炷香。过时不候。伪造陆政是杀头买卖，手艺其次，信誉要紧。拿钱办事，事后忘人，才可再用。老刘，再添碗茶。赶紧抬走，别脏了门口。贵人慢走，奴家这就安排干净。5、60两跑不了，还是大人物阔气。坑蒙拐骗，不如抢。都这个点儿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你还挺有诚信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一炷香。你这话我怎么听着怪？25两，加上先前5两，30两，一文不少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要录影，越快越好。行，爽快人。花押，这事儿一锤子买卖，事后各走各路，若败露，谁也别指谁。你还力气？道义有道，咱造假，可咱不骗人。5日后交货。哎，你就没想过5日后我要是不来，你怎么办？你不来，我去你家。你知道我是谁？邵成当，南城柳树胡同第3间租的，屋里有个眼盲老娘。告辞。录音定了，接下来要找住处。贵人可有传唤？未曾。
去哪儿了？教坊子死了个官妓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昨夜芙蓉河船宴，几位大人喝多了，叫了教坊司官妓作陪，一个叫云娘的，今早没了气。你去了教坊司？毕竟是殿下设宴，奴才怕有心人拿此事做文章，损了殿下清誉，便去料理干净。崔玄义有下落了。今早金无畏在城外山林寻到小国进，武师已入宫谢恩，圣人携皇贵妃在甘露殿设宴。我那父王最爱攀附裙带，见了崔家人，恨不得把脸贴上去蹭，坐着龙椅也上不得台面。奴婢该死，殿下恕罪。来人！殿下饶命，奴婢什么都没听见。过来。一群废物！殿下，蓝俊请愿血书仍未寻回，时而此事回报，上官从旧部带着东西离了蓝俊。12个人拦不住一个旧部。那血书是蓝俊百姓为上官冲写的，若地道御前，上官冲通敌案就会被翻出来。上官冲已死，3族已诛，死人还要给顾灭麻烦。他若告御状，必经大理寺或御史台，奴才与各衙门都有往来，只要吩咐下去，蓝俊来的状纸先截住，总能摸到人。这是谢郡公亲笔，谢家小郡公谢章在青楼看上一名卖艺花娘，花娘有意中人，还攒钱赎身。继续。谢章杀了他的情郎，又强占了他，花娘告到江都府，谢家买通上下灭口，人没死成，还偷走了谢家与杜相思勾结的账本，逃向圣安。谢家蠢货！谢家是殿下母族，账本若见光，漕运盐铁的银路都要被查，谢家受损，东宫也会被牵连。2个祸端，一个蓝俊旧部，一个江都花娘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蓝俊旧部查状纸，花娘更好办。谢郡公说，那女子背后有花绣印记，九霄牡丹缠金纹，江都青楼独有，入肉后洗不掉。奴才按这个找，定能拿回账本。去吧。小郎君，您瞧这地界，往东2条楼是东市，往西能到南城根，左邻卖豆腐，右设王媒婆，寻人打听都方便。人多，路也多。您是懂行的，独门独户，闹中取静，住着稳当。若有人盯梢，从这里能先看到。后墙不高，出事也能翻出去。小郎君好眼力，这院子原是货郎住的，他回乡买地才空下来，价钱嘛，1月3两，押1付1。6两房钱，余下算茶水和下月租。爽快！要是您收好，柴房有柴，能烧半月。往后有事去衙行找孙三儿，没人不认。知道了。货郎旧屋来了新人，瞧着年轻，出手倒阔。阿宁，往后若不打仗了，你想去哪儿？师傅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你总要有自己的日子。那我就在您隔壁买个宅子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好，师傅等着。师傅，我在圣安有落脚处了。谢家要找花绣，就让他们找一块空地。
小郎君，我是右隔壁王婶儿，新邻居刚搬来，锅灶未必开了，给你送碗蛋花汤。多谢王婶娘。还不知小郎君名讳，做什么营生？家里还有人吗？我姓魏，单名丁，家里只我一人，来盛安谋生。那得早些找正经差事。盛安小娘子眼光高，没营生可不成。我会谋划。杀千刀的贼胚，偷老娘的钱袋，还敢连来5日，有胆子现身，看老娘不扒你的皮！又来了。今儿第1回，昨儿4回，前儿3回，教习再这么骂下去，咱们练不好也要挨打。他不敢报官，只能骂。为什么不报？既是贼人，官府总该管。那钱袋从贵人窖里来，账上没有，册上也没有。报了官，先被问的就是他。芸娘才被抬出去几日，后巷的钱又被抢。教习这几天见谁都想咬一口。别说了，他来了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！晚上有贵人开宴，谁敢出错，我撕了谁的皮！你也练琵琶？教习没告诉你，在东阁琵琶只有我能使，我只会这个。那就换个，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认。红巾姐，别闹了，他新来的不懂事儿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新来的就能越到我头上？他身份特殊。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送来个叛臣家眷，你和上官抽是什么关系？不许这么叫他！上官老贼害蓝郡百姓惨死，你还护着？我阿父是冤枉的，他不是叛国贼。又是你！这里是教坊司，管你从前是哪家官娘子，进了这门就得学会伺候人。我阿父没有叛国。给我捆了，关柴房，饿他3日。走，不关了，绑到院里打，叫所有人看清楚不安分是什么下场。教习，外头来了个年轻后生，说要应征护院。就你也想来应征护远？门口挂了招式，我来试试。哼，我这儿要能打的，不养闲人。教习怎么断定我不能打？你这身板，贼来了，是你护院，还是院里的人护你？教习这几日抓贼不顺吧？你打听我？贼人敢连来5日，说明院里护院的路数他都摸熟了。换个不起眼的，他反倒容易露马脚。你倒会说。强壮的护院站门口，贼人远远就防着，换我守着，他看清我，手脚就会松。教习缺的不是人，是心法子。先留下看看。教习，他不肯服，再打怕要坏事。我再问一遍，服不服？不服，我今日就打断你的硬骨头！这种事何必教习亲自动手？调教人我在行，给我个机会，我把他制服。你若真能让他服，我就录用你。多谢教习。小娘子可要小心，我手里的棍棒专打不服。冯教头，不好了，院里来了个年轻后生，要跟咱们抢饭碗。教坊司护院哪有这么好当？新人来了正好，脏活累活都丢给他。他还没录用，就当着柳教师的面说咱们全是废物，还劝他把人都换了。他在哪儿？正在出风头。魏定，你不是说我这儿护园不中用？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教习放心，我专治不服管的。这里没人听你喊冤。这后生下手真狠。教头，咱还上吗？此人狠劲在我之上，先避其锋芒。行了，别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。
他服了吗？服，他真服了。教习，顿顿有银子和今日出口气，哪个划算？你倒会算账，以后好好练曲，好好学规矩。若再闹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你叫什么？卫丁。哪里人？南烟路治。夜里巡院，白日休息。贵客临门，要帮着张罗。月前3两，包吃不包住。干得好有赏，干不好滚蛋。明白。冯教头，过来。教头，小溪叫你呢，你走反了。小子，棍耍得不错，吓唬小娘子够用，真遇贼人还得练。这位是冯教头，武行出身，深谙有名。你与他过几招，我看看。不必，方才那几棍虽不及我3成功力，也不算假把式，此人可用。多谢冯教头，今日你先随冯教头转转，熟悉熟悉院子。乱跑什么？冲撞贵人，你有几张皮？前院来了贵人，宫里的、谢家的，还有孙家的娘子。去御赐龙团，快！这就是圣安贵人的销金区，也不过如此。阿渊，快进来，你再磨蹭，昭华要走了。多谢公主和谢姐姐陪我来，若没有你们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少说漂亮话，本宫看在表姐面上才来。你想怎么处置那个罪女？我与秦家郎君婚事在即，他却为了上官烟违逆父母，还想纳他为妾，我咽不下。这个贱籍越人，你若恨他，怒死便是。若公主肯帮我，阿渊感激不尽。不可，上官蜜虽是戴罪之身，若平白没了，外头会传闲话。表姐也怕一个罪女？不是怕，为她沾上画笔，不值。贵人们安好，奴婢叩见公主殿下，见过谢娘子。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上官蜜的？是有这么个人，只是他今日不服管教，摔了器物，还顶撞嬷嬷。奴婢按规矩罚了他。新来的小厮下手没分寸，伤了根基，眼下还在吐血。死了没有？还有口气，只是得养些日子。奴婢若现在抬来，怕污了贵人眼。半死的人，别抬了。上官蜜是我旧友，他家里遭难，我心里不忍，还请教乔多照养。往后有露脸的机会，多让他去。为难？不为难，能为公主效劳是奴婢的福气。奴婢恭送公主殿下，恭送谢娘子。不必跟。表姐，你过来，我与昭华还有话说，我让府家人送你回去。事情已经办妥，你安心待嫁。今日多亏姐姐周全，日后姐姐若有用得到阿英的地方，阿英绝无二话。回去吧。驾！去后院看着上官蜜，人养好了，先给贵客送去露脸。是。皇室嫡女避开正门来教坊司，只为一个上官蜜。孙家、谢家、公主，全牵进来了。阿渊，回府安心待嫁。上官蜜那边，柳教导会办。多谢谢姐姐，多谢公主。公主、谢家、孙家都冲着上官蜜来，他们不是泄愤，是有盘算。今日多谢你。孙鸾这种人，你往日看都懒得看，今日为何帮他？孙家和秦家的婚事必须成。外公要拉秦家，裴太师脱袍辞官，蓝俊案又压着大理寺，陛下要稳救皇岛，女学一定会开。官家女子入学，优者任女官。女学祭酒若给秦回远，未来女官的前程就握在秦家手里。秦孙联姻一成，谢家便能借孙家进秦家门。是为了谢家，还是为了我阿兄？公主还是先顾自己。陛下有一次婚，把你许给崔小国公。我送药过去，他原封退回，还让人带话，
私下授受，于理不合。他重礼，说明心正。我怕他这辈子都不开窍。我懂不了，那晚到底是谁？谁与你进来的？阿兄息怒，姑母担心您操劳，才让青衣来照顾。崔谦、崔展，即刻送表小姐回清河老宅，请宗父长辈严加教导，勿失礼教。阿兄，青兰只是心悦阿兄，并无越矩。是姑母让我来的，求您看在姑母份上，饶我这回。传家主令，崔门陶氏纵容外戚干扰宗党内宅，罚抄族规百遍，禁足半月。还有谁给你撑腰？一并说。郎君恕罪，刚才夫人传话，让我二人去后院问话，表小姐才钻了空子。起来。东西还没找到，属下翻遍北陵，溪水上游也搜过，那晚雨大，腰带应是被水冲走了。那晚有人骑在我身上，扯了腰带，还打了我，毒发失智。我吃的谷子并不多。属下再派人搜。不必。京兆府那边呢？5日前，有百姓举报北陵有可疑人，京兆府和南衙卫出城，真抓到2个黑衣人。供了什么？他们咬定自己是逃难山匪，进山避祸，见朝廷兵马才动手，别的问不出。此人应还在圣安，找出来。郎君，此人是东门暴动那日，他在人群中，我怀疑他与纵火案有关。属下即刻举办。还有一事，太子身边内侍曹静近日频繁走动大理寺和御史台，江都递来的折子都被拦下。知道了。腰带有踪印，郎君说不找就不找，定和那妇人有关。少看花炮，郎君不会对一个有孕妇人上心。崔展，这是你不懂。昭华公主这根高枝，若攀上了，后半辈子都有着落。谁？出来！又是你！抓贼！谁抓住那西面贼，我赏30两！别给我装死，擦了药还能活。白日打成那样，怎么没伤？外头怎么了？西面贼进内院，叫西上30两抓人。阿宁，阿宁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我活着，你也要活着。我阿父呢？他是不是又骗我？他是不是也活着？师父守了7日，最后守不动了。阿弥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把他带回来。不怪你，阿父那样的人，宁愿站着死，也不会跪着活。可他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判他通敌？为什么还要把钟鼓写成逆贼？有人要拿师父堵救皇党的嘴，也有人要借蓝俊遮自己的罪。蓝俊没了，家没了，阿父的名也没了，他们还把我丢进教坊司，逼我低头，逼我陪笑。我恨天道不公，恨奸臣当道，恨圣人不明，我恨他们每一个人。我还能做什么？我只是教坊司里的罪之律，罪是他们写的，命是你自己的。可那是天子，是朝廷，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天，那就反了这天。阿宁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从蓝郡活着走到圣安，就是为这句话。
你是认真的？公道不来，我们去抢。这是什么？蓝郡百姓为师父写的万民请愿书，4633户，有人父代子，有人妻替夫。他们呢？蓝郡百姓呢？齐人破城后，他们成了俘虏，可他们用命护我出城，让我把这份青年带到圣安。蓝郡边防使周从山、转运使钱文通暗中勾结，粮草迟迟不到，援兵迟迟不到，都与他们有关。阿宁，这些未必能救阿父。为什么？你在边关长大，不知圣安的局。10年前，先帝御驾亲征，死于战乱，遗诏立帝姬为皇太女。储君还没登基，就死在皇陵大火里。后来呢？当今陛下以秦王救驾之名入圣安，大理寺判储君之祸为天灾，先帝血脉断绝，谢氏拥他登基。师父说过，先帝对他有知遇之恩。半年前救皇党又提储君旧案，陛下厌烦，正好阿父案子递上去，他要杀给救皇党看，便让大理寺草草结案。最不想见到罪证的人，就是陛下。蓝郡百姓等着我，我答应过他们，要把帝王罪己诏和师父清白带回去。我怕连累你。还记得我们杀狼那日，我说过什么吗？怕什么？禽兽之变倔几何焉，只增笑耳。阿明，活下去，再站起来。前院乱了，柳教桥被银子牵着走，老刘家的很快会去告状。教头，这贼再抓不住，咱们饭碗要没了。莫慌，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教头，你耳朵里塞的什么？是棉花。无知，我近日练武感，闭耳观万物，靠眼睛也能知动静。教头这功夫，圣安少有吧？不足挂齿。你何时来的？听闻大内高手可关闭五绝，神形合一。冯教头今日让晚辈开眼了。大内高手？教头，你还进过大内？算你小子有见识。一群废物！大门守不住，后院看不牢，那贼人进出几回，你们连衣角都没摸着。冯教头，大门归你管，贼从哪儿进来的？小西，我带卫丁熟悉环境去了，就那片刻被小贼钻了空子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有他在，小贼必不敢来犯。年轻人说话轻了。教习，此事怪我。第一天当差，不知冯教头抓贼要敲锣打鼓，下回我有经验，不会再被坑。你小子！卫兵，你先别走。教习还有吩咐？我刚给那死丫头上药，她背上一点新伤都没有。我们亲眼看见你抡棍打了10几下，怎么会没印子啊？教坊司的娘子日后要见贵人，皮肉不能伤。我杖刑时用了内力，只伤内腹，不伤皮肉。冯角头练五感之术，必然知道这门路。你若怀疑，受我一搏。若吐血而皮肉无损，就能证明你清白。说得好，冯教头，取棍。教习，我年纪大，守不住，换冯教头来吧。小喜，这个结实。使不得，真会出人命。若卫兵有问题，我重赏你；若他没问题，这棍就是你乱嚼舌根的教训。我就不信你真有神通。真没打破皮。卫兵啊，今儿个委屈你了。教孝信我便好。往后你跟着我，谁再找你麻烦，我先收拾谁。卫丁啊，
你今日累了，先回去歇着，明儿早点来。多谢娇妻。月前再给你加半吊，后头小柴房也给你收拾出来，省得来回跑。我会按时当差。那贼人若能抓住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娇妻放心，贼人跑不远。老大，魏厅内柜真有东西。哼，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也露一手？学武是护一方平安，不是逞强斗勇。还是老大境界高。巡查比昨日多，抓的不是贼，是人。小郎君，这几位都是寻常药，家里有人受寒。老人腿疼，买回去备着。小郎君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快进来歇脚。初来圣安，瞧什么都新鲜，手酸了。正好看见你这儿。那院子住的还习惯？甚好，邻里和睦，多谢小哥。5日前教坊寺后巷也是这顶轿，对面出了什么事？住了个书生，往御史台递折子，犯了贵人的忌讳，人被抓走，客栈也封了。抓人便抓人，轿子里的人是谁？小郎君，天子脚下，能做轿子都京兆府办案，必定有来头。平头百姓，少问才能活。小哥，那边怎么不受影响？那是雅集书社，圣安最大的书社，高门里的侍女常来替小姐买画本。生意这么好？那是崔家的产业，东家养了一群写手，专写官家小姐爱看的本子。圣安贵女10有8九都在这儿买书。官家女子看什么就能信什么，叨扰了。小郎君慢走。小郎君，东西落了。小郎君想找什么书？掌柜的，收书吗？收是收，但咱们只收精品，寻常货色入不了眼。掌柜先看。这书是你写的？掌柜觉得如何？小郎君，请一步雅士详谈。方才眼烛怠慢了小郎君，莫怪。能卖？能卖，还能大卖。小郎君若有下卷，也请一并给我。我今日只是问问，还想多打听几家。别走！雅集书注是崔家产业，圣安贵女都认我们。今日定下，我多付3成。掌柜有诚意，我也不绕弯。小郎君是左撇子，这字端正圆润，一看就是后唐人。师傅，我又写歪了。慢些，字先稳，人也要稳。阿宁，你以前学过？我不知道。阿宁，人生3大不幸，少年得志乃其一。你还小，锋芒不可外露。那我藏起来。学左手，左手藏锋，右手留刃。什么时候该用哪只手，你自己判断。左手是盾，右手是枪。师傅，我记着。掌柜的，有新画本没有？你展页还有差，没工夫磨蹭。有贵客到，小郎君稍后。草屋外的金无畏，崔玄烨身边的人。有客，写书的，詹小爷这边请。这黑小子睫毛倒长。詹小爷，里边请。詹小爷，这是清河13方上月各方情况，请交给小国王。账目、密信、各地人手，都在里面。都在。雅集明面卖书，暗里替崔家收消息，半点不敢误。还有事？主家传话，国子监今年新进不少学子。裴太傅辞官，把借给国子监的1万卷俗书取回去了。国子监祭酒想向崔家借15000卷俗书。祭酒正是老爷。老国公说自己颐养天年，这等小事请小国主处置，族家等家主令。老爷找老国公，老国公让找郎君，崔家里
还是郎君说了算。晓得了，我带回去。最近有没有新鲜话本？别拿旧货糊弄我，当差太苦，我靠这个续命。才子佳人、神仙鬼怪、江湖恩怨都有。又是这些俗物。崔掌柜，你再这么吃闲饭，书下迟早关门。展小爷莫急，我刚收了个顶好的本子，新鲜热乎，过几日给您留着。什么本子？您看了便知，保管喜欢。行，若不好看，我拆你招牌。小郎君爽快，书行规矩，先付1半定金，但我不来虚的，加上3成，26两，全在这儿。掌柜爽快，小郎君不恕。不必，这是下策。告辞。竟这样收尾，妙！这书要火。崔家的书筛，贵女的画本，曹静的黑胶，圣安的路开了一条。哟，小郎君这么早出门啊？王婶早，年轻人勤快些总没错。你这几日早出晚归，是寻找差事啦？在教坊司看院子，混口饭过。教坊司那地方贵人多，规矩也多，小郎君可得机灵些。多谢王婶提点。左氏东市有抓人了，你出门绕着点，莫往人堆里挤。抓的是书生，你也听说了？听说是往御史台递折子，惹了贵人。圣安这地方嘴要紧，腿也要紧。我记下了。昨日那书生被带走，掌柜也没回来。少说2句，别给自己招祸。圣安人看见丰田，低头做生意；看见官兵，低头赶路。要撬开这座城，不能只靠刀。魏小郎来了，快进来！柳教头一早问过，说您来了，直接去后院。有劳。魏哥早。魏小郎早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又弄死一个？不是让你看着点吗？严满部的性子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仗着东宫撑腰，就爱搓磨清白官家娘子。昨夜我若多说一句，也得被拖出去打。外头勾栏娼妓那么多，他偏来祸害我这儿，他痛快了，我怎么办？教习，婉娘已经没气了，再慢了回不来。再过几日就是太后千秋宴，各部官员都要带歌舞献艺，我上哪儿找个模样干净混得动的？太后千秋宴，官员献艺，教坊司官奴进宫。教习，绿萝方才找过老奴，他说婉娘不在了，他愿替您分忧。绿萝，他有心气儿，可功底比婉娘差得远。还有几日，师傅们紧着教，兴许赶得上。眼下没有更好的人选。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？老奴哪敢瞒你，这簪子本就要交给教习。罢了，就他，告诉师傅往死里练，别在宫宴上给我丢脸。是。昨日那死丫头呢？今日如何？还吐血呢。郎中怎么说？说要静养，不能移动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都哪出富贵病了？先养着，往后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谁？教习，是我，卫丁。哎呦，卫丁来了，快进来。卫丁啊，你可算来了。今日你一定跟着我，寸步不离，听见没？教习是怕昨日那贼人再来。那杀千刀的进进出出几回，把我当什么地方？我刚拿了封口银，若又被他偷走，你往哪儿搁？光守着只怕不行，得主动出击。怎么个主动法？
在院子里布陷阱，贼人若再来，先断他退路，再堵他去处。好，只要能抓住他，你说怎么布就怎么布。只布您这院子，只怕不够。全算上，你甩开膀子做。日后我把你引荐给圣安贵人，吃香喝辣不在话下。有教习这句话，我定竭力擒贼。日后在这教坊司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忠义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忠义小郎君。起来，你我之间不必掰。阿宁，我还能醒着见你，已经是老天开眼。要别停，你伤没好，这里又脏，能拖多久拖多久。你是不是也有安排？不行，这太险。太子的人盯着教坊司，你若露面，就是往网里走。不进网，怎么私网？我会让他们自己把门打开。圣安不是兰州，这里的人拿规矩杀人，拿文书吃人。圣安这些绣花枕头，我一枪能串3排。太子来了也一样。你千万小心，我如今只剩你和阿哥了。阿兄被判流放剑南，那地方瘴气重，囚徒10个能活几个？他读书多年，哪受得住？阿慈没有去剑南。你说什么？7日前，圣安城有人纵火，京兆府乱成一团，阿慈被人从牢里带走，官差抓到2个人，嘴很紧，什么都没渗出。是谁救他？阿兄在圣安没有可托之人。阿父出事后，他那些同窗全躲开了，所以才怪。能从京兆府带人走，必定有根基。阿慈的行踪我会查，朝廷找不到阿兄，会回来审我。怕吗？我能应付。蓝郡上官氏没那么容易折。记住，拖住他们，别急着死，也别急着赢。你也别把自己赔进去。等我消息。奉太子令，提审上官密。你身上有伤，别乱动。多谢娘子救命。敢问娘子，为何冒险救我？我身负叛国罪名，旁人沾上便是死。上官将军守蓝军7日，城破不降，中骨血脉不该断在牢里。娘子与我阿父有救？未曾见过，家中长者提起过他。只凭长这几句话，娘子便敢劫牢。此处是哪儿？救我的人又是谁？郎君先养伤，你心中的问题，等你能下地，我自会说。娘子行事，倒和阿宁有几分同路。女君，蓝郡百姓的血书找到了吗？派出去的人全折了，带血书的人也消失了。姑姑猜那人已经进了圣安。上官称就不抢血书，是要替蓝郡翻案。他若入城，必会找上官密。太子的人也在找，大理寺御史台那边，曹静已经插手。那就盯紧教坊司，必须赶在魏征之前找到抢血书的人。是。找到那人后，上官逆就不必理了。属下明白。总管，御史台的折子压了6、7日，外头百姓都堵到街口了，再拖下去，京兆府也压不住。2个毛贼，满城搜了这么久，连影子都没摸住，你让我拿什么向殿下交代？南衙为京兆府都动了，客栈、民房、勾栏瓦舍全查过了。那花娘若真在圣安，能飞进皇城不成？谢家小郡公刚入京，正在太平楼设宴，殿下口谕，命您即刻过去回话。谢掌为花娘来的，
殿下若问不出结果，我这条命就悬了。上官琪的女儿呢？教坊司可有动静？教坊司已经打点，暂未发现可疑女子。继续盯，他若敢露头，先拿人，再封口。小的明白。殿下，我2年没来圣安，这长街比从前热闹多了。陛下治国有功。听舅舅说，你要入国子监。皇后娘娘的意思，她说殿下日后登大位，身边总要有自家人辅佐，我也该学些朝堂本事。我母亲若真替我着想，就不该派你来害我。都下去。殿下，我那事儿可有眉目？堂堂郡公被一个花瓶耍得满城找人，你入国子监先学识人吗？殿下，奴才曹静求见。进来。奴才拜见殿下，见过小郡公。人呢？回小郡公，奴才调了南霞卫和京兆府，把圣安城翻遍了，客栈、民坊、勾廊瓦舍、画像和花绣印记都发下去，各城门也盯住了。我问你人在哪儿？奴才斗胆猜，那花娘未必在圣安。若她真进城，满城搜捕，不会半点痕迹都没有。殿下，一个春风楼出来的女子偷账簿已是要命，她真敢来圣安告御状，奴才不敢欺瞒。圣安周边郡县、城门、驿站、渡口都安了眼线，只要那女子露面，奴才定叫她消失。如此便好。账本若流到御前，我阿父饶不了我。殿下信了，还是要拿我开刀。草民崔谦奉崔侍郎之命叩见太子殿下。进来。草民参见太子殿下。何事？楼下有辆马车，占了半条街巷。我家郎君路过，见车架堵住百姓去路，便做主拆了。拆后才知殿下在此，特命草民来请罪，也来进言。那是我的车，你家郎君算什么东西？郎君言弑权纵恶，非秦君之道。殿下德行有亏，当躬身自省。郎君，您让我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进来。江都暗访来信，1个月前，谢家小郡公看上春风楼一个赎身花娘，那花娘原本要与情郎成婚，谢昭横插进去，当场打死他情郎，还强占了人。花娘拖着伤去江都府报官，官府收了谢家银子，反判他诬告，板子打下去，外头传他当场没命。御史台压着江都者子，也是此事。8成是，谢家是太子母族，太子出面遮掩，曹静才会带人满城搜捕小娘子。那也我已猜到他从江都来，未拆穿，是因人命不能凭疑心定罪。郎君，前头有辆马车横在路中堵了道，属下去问。小的这就走，这就走。谢家的车，郎君，是谢家马车。谢小郡公在太平楼设宴，太子殿下也在。铁章这混账东西也来圣安了！给我砸了！属下领命。让姑看看，他今日又摆什么架子。臣崔玄耀见过太子殿下。哼，回去告诉你家郎君，姑记下了。滚！草民告退。殿下，此人就是崔家那位圣人宗子。圣人，沽名钓誉之辈。殿下说的对，我瞧他也不是好东西，仗着圣人宠信，连东宫都敢冒犯。你过来。殿下，那花娘当真不在圣安？奴才不敢欺瞒，圣安城门、驿站、渡口周边郡县，处处都有眼线。只要那女子敢露面，奴才一定让她消失。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既是如此，那就去杀了崔玄野。殿下，姑说
让你去杀了他。郎君，车拆完了，那货郎的单子也赔了银子。走。多谢郎君。郎君今日拆的是谢章的车，打的是东宫的脸。知道就少说两句。谢章害死江都花娘情郎，还让官府反叛诬告，这种人进了圣安，难道还要给他让路？让不让路是郎君的事，你只管听令。我听令了，我砸得很干净。他要申冤，才敢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郎君这般训斥太子，这几日恐怕又要不安宁了。郎君，属下今夜加派人守守府门，不必乱阵脚。太子身边的曹景办事阴狠，谢章又刚入京，他们若把江都案压不住，未必不会迁怒崔家。浮草荧光耳，且让他来。会期过去了，今日重新迎客，各位里边请。前几日还抓人，今日又开张，这圣安的日子真快。不快不行，家里几张嘴等着吃饭。掌柜，往左些，再高半寸，今日要让整条街都看见。解封的客栈能拉人气，新书摆在旁边，今日正好接东市的热闹起事。雅集新书今日下售，诸位进来看一眼。崔掌柜，您家这是也重新开业？说笑了，小店新出一本画本，乃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文，今日才大张旗鼓赚个吆喝。画本而已，什么书敢称旷世奇文？诸位若不信，尽管进来看，看完觉得平平无奇，崔某分文不收。还有这好事，走进去瞧瞧。掌柜，这话说满了，若客人不满意，咱们要赔本。赔不了。昨日我看完下册，就知道这银子该咱们赚。小郎君也看热闹，看生意。阿香那丫头又跑哪儿去了？再耽搁，进宫时辰就误了。姑姑别急，是我让她去买东西。娘子，今日要入宫请安，路上不好久停，等她片刻。姑姑，你这丫头又买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是我让她去的，姑姑莫说她。还不快上车！娘子，书司掌柜说这是旷世奇书，我排了好久才买到。叫什么？《九香牡丹记》。掌柜说前半写牡丹仙子落尘，后半写她杀夫正道，结尾高得很。这些画本少看，误人心神。走去御道。先看看。娘子，方才书肆里好多人看完前几页就掏钱，还有人说要给府里姐妹也带一本。这开篇写的利落，牡丹仙子被困烟花地，恩客拿权势压人，她却偷走账册逃入王都。这也敢写？敢写，才有人看。娘子，宫里人多嘴杂，这书入宫后莫要乱传。一本画本能有什么祸？太子一句话，就让我去杀崔玄幽。总管，崔府门兵多，部徒也多，崔小国公又有圣人宠信，动他太难。我不知道难。崔家3000门客，3000布局，府里一只鸟飞进去都得被盘问。我带几个人去刺杀崔家宗子，是去杀人，还是去送命？总管若下令，属下愿去。你愿去？你死了，我还得死。太子要的是崔玄义的人头，不是你们几条贱命。早知如此，那夜在太平楼就该咬死花娘一死。如今花娘没抓到，又惹上崔家。总管，要不先拖，等谢小军公离京，殿下或许就不提了。你跟太子说拖，你去说。总管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崔玄义发现我们的人了。不是，是东市，是书肆。书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逛书肆？不是啊，总管，谢小军公要找的那女子就在圣安，你看了便知。
哪里来的？东市雅集书寺，今日大卖，百姓都在抢。小的听见有人念牡丹仙子杀父正道，觉得不对，立刻买回来。偷账册逃江都入王都，他没死，他真在圣安。春风楼谢小郡公情郎惨死，账册失踪，他把事儿全写进去了。总管，书里用了仙子、妖邪这些名目，百姓未必知道说的是谢家。百姓不知道，谢家知道，太子知道。九霄牡丹印和谢家给的绣印一模一样。总管，会不会只是巧合？巧合？江都花娘背上有牡丹印，这书里的仙子也有牡丹印，还偏在圣安大卖。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？小的该死！带人去东市，封雅集叔叔，抓掌柜，查写书的人。总管，雅集书数是崔家产业，若直接封，会不会又惹崔小国公？不封书肆，先让京兆府以查禁妖书的名义去问，掌柜带回来，别在街上闹大。那写书人，画像、绣印、书稿，全都查，谁卖稿，谁刻版，谁送印，一个也别漏。若查到了花娘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曹总管，去哪儿？东市雅集书宿。都是啊！诸位明日赶早，今日真卖空了。我排了半日，就差2个。这书现在抢手，我家娘子还等着看。京兆府办案，推开！官爷，那是我买的。再多嘴，带你去衙门说。官爷，小店本分卖书，不知犯了哪条规矩？本分？你这店里卖的是妖书。曹总管，这是崔家铺子，街上人也多，若闹大，搜。书稿、刻板、账记、写书人的字全翻出来。警督，后院也查。我只买了1本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站住！小的去取旧账。旧账？还是给崔玄昭报信？他新来的，字都认不全。官爷要问，问我。写《九霄牡丹记》的人在哪儿？个人投的稿，带银子，刘叔叔，小店只负责看。男的女的，何时来的？没看清。总管，真出人命，崔家不会罢休。封店，掌柜、伙计今日买书的人全带回去审。一本画本也能惊动内廷？越不让看，越有文章。曹静封了书塞，崔家很快会知道。接下来，该让牡丹进闺女圈。宁娘子又去云想阁接活。今日有贵人赏饭吃。我的姑奶奶，你可算来了！宋家的轿子在外等办客了。宋家，立春踏春宴，大皇子在太仙池设宴，宋小娘子脸上起了红疮，找了好多个妆娘都没压住。红疮不能厚粉硬盖，越闷越糟。我就知道找你准没错。5日前那个脾气大的夫人还记得吧？她没压眼，法令深，我只是替她修了眉，又压了瑕疵暗色。你说的轻巧，人家走时哭着给双倍银子，还说自己10年没照过这么久的镜子。陶掌柜，娘子们还等着呢，若再晚，春日宴妆面就来不及了。来了来了，这是什么？新装样，今日或许用得上。
你就是福宁，真能让我们娘子安心赴宴？能不能安心，要看娘子想遮病还是想躲眼。去宋家，快些！牡丹仙子最后拂袖离开，真痛快。她若回头求那负心人，我今日就把书丢进池子。你舍得？昨日是谁连夜看完，还让丫鬟去买第2本？你就是云想阁来的宁娘子，妾身福宁，见过诸位娘子。我家宁娘子手稳，宋娘子放心。我的事她知道多少？只知道娘子今日要赴春日宴，脸上有红疮，不能误了妆。能遮住吗？先前来的妆娘粉扑的厚，锦瑟脸更红了。红疮不能闷，先退热，再薄扑脂粉。若只想遮，会坏脸。笑吧，今日先笑够，到了宴上就别笑我。谁敢笑，替你撕了他的嘴。娘子坐到日头下，我看得清楚些。会疼吗？不疼，若有刺痛，娘子立刻告诉我。这瓶里是什么？闻着不是寻常香粉。我自调的水，先让红处降下去，再上妆。我们宁娘子靠的不是粉厚，是手巧。若今日真能遮住，我给云想阁挂一块匾。娘子不必遮着进宴，今日我让所有人先看见你。他手好稳，别靠太近，扰了宁娘子。这花地和书里写的一样。娘子们也看《九霄牡丹记》？当然看。牡丹仙子逃出烟花地，还偷走账册，我看得手心出汗。我最喜终章，他说那朵牡丹是他留给世人的印记，谁碎他脊梁，便要还债。他们记住了，只要他们记住，曹静查到天黑也查不出真花娘。宁娘子，快让宋娘子瞧瞧。这是我。你今日去宴上，谁还敢说你病容？宁娘子也给我画一朵。花钿可画，肩上绣印却要费些功夫。肩上绣印，这便是牡丹仙子的印记。我只是在书里看得入神，照着画来玩。今日春山轻薄，太仙池又摆了100盆牡丹，若我们也画上，正合宴景。娘子们赏脸，云想招自然愿意添彩。那便请诸位娘子排个次序。宁娘子，我要和牡丹仙子一样，画在右肩。别动，宴上人多，花瓣不能画。这里写了金丝绕3层，花心要偏左。你们别指挥行家，他画的比书里还好。我娘若瞧见，定要骂我轻狂。春日宴赏花，娘子不过把花带在身上。正是，若有人问起，就说云想阁春日新装，雅名九霄牡丹。娘子们，车马备好了，再晚就赶不上成王殿下开宴。再等片刻，今日我们若去晚，也得晚得漂亮。你们看，轻纱一盖，只露半朵，正好。宁娘子，跟我们一起去太仙池吧，万一路上花了，还得你补。能去能去，宁娘子最会补妆。妾身身份低，怕冲撞贵人。你是我请的妆娘，谁敢拦？入宴的门有了，曹静，你查书肆，我送你满城牡丹。你看他们都在看我们，让他们看。今日谁问，我就说云想阁新装。贵女、郎君、亲王都到了，牡丹越多，我越安全。阿玉许久未上马了，不如下去同他们松快一场。臣午后还要进宫面圣，衣冠若乱，圣前失礼。是本我思虑不周。本王近日得了一幅新道野的寒衣帖，府里争了几日真假。阿这最懂辛劳，替本王长长眼。臣只看一眼，确是辛劳真迹，知己难求，此帖何归阿燕？书肆刚被查，牡丹却进了春日宴，那人动作比曹静快。谢征见过成王殿下。谢小郡公也来圣安了。王兄方才说知己难求，姑听着，这字帖该送给姑。
这字帖本是要赠小国公的，太子殿下这话……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小国公，你可舍得割爱？太子殿下问错人了，字帖上在成王殿下案上，臣无物可让。是本王糊涂，既然太子殿下喜欢，便赠与殿下，奴才替殿下收着。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太仙池？过来瞧瞧，春色值不值这个阵仗？倒是小国公，平日3催4请都请不动，今日清闲的很。暗无之后，偶得别日闲。殿下深谢东宫，若效臣等游玩，御史台明日便要忙了。崔玄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乃国公，爵位在你之上。再者，我与令尊同朝做官，你直呼我名讳，先失礼的是你。蠢货！殿下，春季诗社的娘子们在牡丹亭作画题诗，听闻崔小国公在此，想请国公一步指点一二。春季诗社，太常伯父林大人之女所办，聚的都是好诗书的官娘子。圣人从前也夸过林娘子才学。阿叶，你以为如何？借我的名望去收那些官娘子的心，女学未开，棋子已经摆上桌了。小国公好为人师，想来不会推辞。走吧，姑也去瞧瞧热闹。圣安的娘子们倒比江都拘谨。不可能！谢长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会回来向你索命！是他，是那个贱人！谢谢军功，这是怎么了？带下去，回府后让曹静来见姑。是。太子性子急，阿玉魔放在心上，诗社娘子们还等着。见过成王殿下，见过小国公，见过殿下，见过国公。小国见方才看这边了，看了，小国见定然是注意到你这绣印了。国公方才看的是宋娘子肩上的绣印。可以。姐妹们各有所长，这是方才庭中所作，还请国姑指点。学之可贵，何言见效？国公，我这牡丹图总觉得花心压不住，枝叶太满，花反被挡住。去2片叶，再留一处空白。那我的诗呢？前2句有春色，后2句少了心情。你既写女学，便该写你想往何处去。阿尤愿评，是你们的福气。他们肯学，是大魏的福气。今日多亏阿志，改日入府，本王再取几卷孤本与你品看。殿下留步。郎君今日替他做了嫁衣。去永隆观。转到城南。太傅只见郎君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斯人已逝，太傅节哀。老夫替那些孩子谢过国公。若非太傅脱衣辞官，陛下不会这么快松口。陛下要颜面，也要朝堂平衡，您比谁都清楚。成王替他们造势，是为笼络未来女官。你今日坐在庭中，是替他们争一个公平读书的门。旧皇党清流散了，贬的贬，病的病，剩下的末品文官，连给女儿递名帖都怕被人压下。重开女学后，会有更多女娘进学堂，她们识字明理，便能多一条路。女学是先帝一生所系，不能看着门开了，人却被挡在外头。太傅之功，功在社稷，利在后世。太傅当真不再入仕？帝王无德，入仕何用？谢章，你当真强占了那花娘？千真万确，殿下为何这么问？书里的牡丹仙子心也稳，写书的人笔下藏锋，我看不像你能拿捏的人。殿下，如今满城都是牡丹绣印，他更不好找了。曹静，殿下饶命！奴才一时大意，才叫人钻了空子，请殿下再给奴才一次机会。天亮之前，把人带到姑面前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贱人！总管，离天亮不到3个时辰，满城牡丹，咱们上哪儿找？叔苏掌柜招了没有？招了，卖书的是个男子，画纱也画了样貌，
可搜了一天，人早没影了。废物！总管，书肆有动静，有人从后院溜进去，看身形是个女子。看清了，她在里面翻东西，属下没惊动，立刻来报。这次我看他往哪儿逃！贱人，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！抓住他！二弟，原来藏了这条路。好啊，殿下只说带你回去，可没说要完整的。你不是？找到了。殿下小心！殿下，教中有信。你的狗不行，你来。一开门就往外冲。魏小郎君，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办了点事儿，给孩子舔舔嘴。这可使不得。小东西不值钱。谢谢阿哥。晚上炖骨头汤，我给你送一碗。今日事忙，怕是晚些回来。停！还有3日就是太后千秋宴，你就跳成这样？教习，我一定能练好。曲子我没错，晚膳不许吃，腰再松不丢的是教坊司的脸。琵琶舞好力，不吃怕撑不住。我可以。哼，药配好了。温水送服，1日1次，连服3日，腹痛会减轻。下午随我去芙蓉园紫云楼，第一次去，跟紧我，别乱走，冲撞贵人是要掉脑袋的。多谢教习提点。让他进来。南衙卫左统领沈度参见太子殿下。曹静怎么死的？一刀毙命，刀锋自胸前贯穿后背，出手利落，凶手懂刀，身手颖，武学高手，她就是个花娘。从伤口角度推算，凶手身量约5尺5到5尺7。他选在输素动手，必与输素有关。沈统领，沿着输素查。东市输素是崔家产业，殿下要借曹静的命去碰崔家，卑职遵命。殿下，花娘身形娇小，杀曹静的断然不是她。姑早说过，此人不是你能摆弄的。那我们找错人了？没有，谢家已认过，这纸就是账本内页，写信的人就是拿账本的人。南衙卫抓不住他。参见殿下。把他的人头给姑带来。快些，耽误时辰，院监大人又要摆脸。教习，东西点好了。路上稳当些。姓魏的小子有手段，几日就成了教习身边人。老大，柳教习待他也太好了。闭嘴，别给自己招祸。老大，别在这儿画，走远些。老大，咱们习武之人不欺老弱。今日市台人多，进了园子别乱走。是。轮到咱们自有人来叫，都安分些。教习，咱们是在那楼里跳吗？是成王殿下，快出去跪迎！别摔了，灵武娘子。殿下，紫云楼帷幔已重调，用的是蜀中云锦，太后看过样色，很满意。
洛阳新移300株牡丹，开花日子正好。教坊司开场千秋乐，压轴琵琶仙乐，梨园也排了新曲，要在太后跟前露脸。舞马呢？24匹，陇右来的。驯马师说，听清杯乐已熟，鲜卑祝寿不会出差错。都忙去吧。别看了，靠钻空子爬上来，也坐不稳高枝。红巾姐，从前我们明明好，自从教熙让我领舞，你就处处看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你怎么拿到领舞，自己清楚。大家都送了好处，又不止我一个。那婉儿怎么死的？婉儿姐姐是被严格不……闭嘴！你踩着姐妹的命上位，早晚会还。琵琶还要磨，太后跟前不能错半拍。知道了。你别光顾着好看，梨园也有新曲，别让教坊司丢人。我会再练。魏哥儿，把马车安置好，今日早些回去。是。太子那边顺利吗？曹晶死了，魏征不会停手。你还能来报平安，便好。以后未必每次能来，你别手等等我，先保住自己。圣安朝堂各式官员，我知道的都写了。神策军，你知道多少？先帝亲军，先帝驾崩后，统领夏侯炽不愿受新帝管制，带10万军去了北境，10年未回圣安。念旧主的人不止他，还有裴元恨。若非裴太傅撑着，先帝旧臣更难活。可我求过他，他没见我。裴太傅辞官了，那朝堂上还有谁能抗谢氏？崔家，崔家从不占金牌。规矩是给人看的，人都有弱点。蓝俊抢血书的3伙人，还有一伙没露底，他们找不到血书，会从你下手。清风，当初你说以后用不上，才给了我，现在我还你，这次握紧。郎君，南衙卫左统领沈度求见。请。郎君，南衙卫为蔬菜命案来的，再让他们查，咱们蔬菜底细都得翻出来。不必拘礼，坐。多谢国公。沈统领深夜过府，所谓何事？都是舒嗣死了太子身边的曹总管，殿下震怒，令南衙卫彻查。太子怀疑贼人与舒嗣背后有牵扯，甚至意在谋害楚军，卑职不敢擅断，特来请国公赐教。崔展，送沈统领。卑职告退。小哥，不知夫人近日可好？夫人？你问这个做甚？那日护送夫人进城，公务缠身，未能妥善安置。今日想起来，心里过意不去。你说哪个夫人？草庐。小哥放心，草庐那边的行踪我已全数压下，小国旅尽可高枕无忧。郎君，可要先转移蔬菜里的东西？不必。郎君，不好了，您有夫人了！你胡说什么？刚才那个墙头草说的，草庐那瞎眼妇人拿着您给的银子和腰带，说要来成安投奔您。她为了巴结您，把人送进城了。郎君，破案了！他偷您腰带，还冒充外室毁您清白，咱们快去抓他！女君，姑姑传信，他已取得上官阙旧部信任，圣安各处也留了蓝俊君暗号，那人只要看见，必会追过来。阿罗呢？阿罗已拿到千秋宴登台机会，正在教坊司待命。交给阿罗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把信上交代的东西带回来。是。
你伤未好，不该下床。娘子救命之恩，在下铭记。只是我还有未尽之事，不能久留。你要去圣安救令妹。娘子想说什么？圣安重兵把守，你是戴罪之身，连城门都进不去。就算进去了，你拿什么救他？这是上官家的事。臣服于我，我替上官家昭宣。臣服。关西，我说什么，你做什么。某之不在此，就此别晚。若这是你阿父的遗愿呢？大人们喝好。什么东西？教西，严主簿喝多了，把红巾绑了，说要带出去。谁让你们把他带去东阁的？是他自己闯去的，奴婢拦不住。人在哪儿？后院轿子旁。美人儿，跟本官走。大人，老东西，干坏老子的事儿！大人看上红锦是他的福气，可他3日后要上太后千秋宴，成王殿下昨日也瞧过事台，此时带走，若宴上出岔子，只怕连累大人名声。你诓我？不敢。教坊司新来个获罪官娘子，身子干净，等她养好，我把她和红锦一道送去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是。教西，求你救我，别把我送给他。千秋宴你若有造化，3日后就没事；若没有，这就是你的命。魏格儿，把后门关上。贫道路过，想讨碗水。谁呀？不认识。老大，是昨日那个臭道士，怕是来喝花酒的。别管他。曹静死处有香料，归鞘残冲绕城寻到这里，杀人者就在教坊司。杀曹静时，我故意撒香料，就是要引太子的人来，没想到先来的竟是他。3个月前，抢血书的人里，他下手最狠。是你！哪里走？虚张声势。说，血书在哪儿？小辈，棍不是这么用的。谁说我用的是棍？我师父是上官冲，我学的是枪。如何？殿下恕罪，我等从蓝郡追到圣安，沿途未寻到偷走血书之人。九星死士出3人，
连一封血书都追不回。那人换了3次车站账牌，烧了2处记录也被抹掉。蓝郡驿站、山道、水路，属下都查过，没留下活线。沿途7具尸身，伤口干净，出手者练过军中杀法。能让陆存书空跑一趟，这人有点本事。继续说。属下潜入蓝郡后发现，还有2拨人也在找血书，一波不走官驿，只走山道水路，应是江湖人；另一波留下这个记号，殿下一看便知。他也伸手了。哼，江湖那拨人，属下已有线索，3日内可查清来处。起来。殿下，崔家送来锦盒，说是国公给殿下备的礼。崔玄烨，正是。无忧，崔国公送礼，殿下今日有面子。殿下，这是8卷龟壳，苏问心贴身带了多年。凤妮是崔家宗印，曹静杀不了崔玄烨，我只要他给崔家添堵。苏问心死了，盒子却从崔家来。你看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殿下，以属下多年搜罗情报的经验，这首饰背后必有深意。放下！传信破军，速回圣安。郎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咱们书斋后巷又死人了，这回是太子身边那个老神棍苏问心。郎君，苏问心武力不强，可排兵布阵，设局推演，9星里没人压得住他。能杀他的人，来头不小。我看也就那样。此人在后巷连杀太子2人，是冲着崔家来的。9星回了几个？只回4人，把其余5人找出来，后巷那个小贼也一并找出来。是。郎君为何不先找毁他名声的小娘子？清白不重要了。崔展，去足堂领30鞭。这才怪。苏问心死在书寺后巷，魏征一定会换人盯场。今日冬事，不能久留。曹静死了，苏问心也死了，太子不会再让蠢人守这里。小郎君要热汤饼，打包1份，葱少些。雨下了一夜，脚印、车辙、药味全没了。属下封了2头巷口，未见人出入。来客了。2位继续，不必理会我们。哦，这就是凶切。放下！崔展，别惹事。郎君昨夜刚罚过你。我就看看，又没打人。哼，崔家也来查后巷。此人在崔庆雄书舍后头，崔家总要给街坊一个交代。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讨人烦。你倒是长高了，脾气没长。原来如此。你找到了什么？雨大，东西不好说。崔战，走。崔家这2个都烦人。快给我看看，青苔里藏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下了一夜雨，真正的痕迹早被冲干净了。那你方才装什么都懂？郎君和太子都在找同一个人，我们不给他们丢点东西，他们怎么忙起来？你们读书人心眼子真多。离我远些，你身上全是血棍味儿。魏小郎来了，伞给我。今日这么规整，掖庭局的人大清早就来客。太后千秋宴尽了，要登记进宫名额，还要查名册和录种。柳教义正陪着呢。进宫木牌来的正好，可教坊司今日人多，绿萝未必安分。
魏哥儿，过来见过赵司家。见过大人。这是教坊司护院，不登台。进宫那日搬乐器，守候场，干些粗活。姓名？魏丁。进宫那日凭此牌出入，不得转荐，不得离队。若查出冒名，教坊司连责。小的记下了。真可惜，还以为你昨日会死在颜主步榻上。是你？你不是想替婉娘鸣不平吗？那就尝尝她受过的苦。红巾姐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想同你说说话。你为何打我？贱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救命！杀人了！刚才那一掌打在下腹，若撞上柱子，红锦活不了。干什么？夜营局的人还没走远，你们就敢在内院闹？娇琪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这时候同红巾姐说话，她心里难受，打我也是应该的。你打的？是她亲口承认颜之宝是她引去东阁的，她害我。红巾姐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？你要这样攀咬我？你害我！日后就是太后千秋宴，你再闹，不用等颜之宝来，我第一个把你送过去。少协，进宫名次已经登记，此时若有人出事，宫里问下来，只怕要说教坊院管束不严。都听清楚，千秋宴是头等大事，孩子已经定了，谁再敢闹事，我扒了他的皮！滚回去！摔烂的琵琶从你月钱里扣。魏哥儿，进来。教习，老奴有事禀报。进来。自己人说，按上头挑好送去。红锦若送去严大人那儿，人就废了。咱们是不是该物色新人？琵琶不是谁都能弹，新来的那个官娘子琵琶弹得有模有样，调教好了，往后能赚银子。魏哥，你去安排。来坐。蓝郡君暗号，有人在找上官旧部。姑姑，女君的信。姑姑，绿萝姐姐也传信回来了，说情况有变，千秋宴那日上官蜜不能入芙蓉园了。这点事也办不好。绿萝姐姐说教坊司已经起疑，若强肆动手会坏女君大计。还有上官蜜听见蓝郡君暗号也没有松口。家破人亡，身陷教坊司，此时若有上官科旧部现身，他本该抓住这根绳，为何不动？蓝郡君暗号放出去2日也没回应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偷血书的人信蓝郡君，上官蜜也信蓝郡君。既然如此，就让真的蓝郡君入城。奴婢这就去办。菩萨保佑，忠魂不屈。诸位，我奉姑姑之命，送诸位入城。走。马车已备好，请随我来。姑姑，女君的信。姑姑，绿萝姐姐也传信回来了，说情况有变，千秋宴那日上官蜜不能入芙蓉园了。这点事也办不好。绿萝姐姐说教坊司已经起疑，若强肆动手会坏女君大计。还有上官蜜听见蓝郡君暗号也没有松口。家破人亡，身陷教坊司，此时若有上官科旧部现身，他本该抓住这根绳，为何不动？蓝郡君暗号放出去2日也没回应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偷血书的人信蓝郡君，上官蜜也信蓝郡君。既然如此，就让真的蓝郡君入城。奴婢这就去办。菩萨保佑，忠魂不屈。诸位，我奉姑姑之命，送诸位入城。走。马车已备好，请随我来。
诸位，请随我来。诸位受信前来，上官将军果真没有看错人。全赖恩公谋策。郑将军言重，快请坐。这里是紫云楼，2日后，圣人和朝臣都会登楼贺寿。我已将诸位安排进杂役班，其余蓝郡军旧部也进了五马乐司。五马乐司，宴上催动五马奔腾，引圣人注意。诸位都是蓝郡沦陷之战的亲历者，上官将军死守7日，战到最后一刻，只有你们能为忠魂鸣冤。恩公不必说后果，我等来圣安就没想着活着回去。蓝郡军下邑，今日得见。还有一事，我已命人与上官娘子联系，可她历经劫难，难以取信。郑将军可有办法？这是我亲手编的蓝鸟，娘子是见过，她一看便知。郑将军放心，必不所托。不过上官聪是圣人下令处决的，蓝郡军冲撞，只怕还会被治擅离君君之罪。这世上总有人明知会一死，还要往前走。那上官密不能入夜，计划还绕就反。你把此物交给绿萝，让他务必取信上官密，问出血书之人的下落。是，10年了。兵符想够了没有？教习吩咐，从今日起，你去练琵琶。上官娘子来了，教导师傅还没到，先坐。钱婆子是你的人，白日人多，我不便去柴房，只能想法子把娘子请来。委屈看看这个郑叔的蓝鸟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现在娘子总该信我了吧？阿宁，你看，信物是郑叔的，他怎么会来圣安？郑叔他们怕是有危险。蓝郡军已归入萧山郡，本就处境艰难，若此时被抓住擅离军营，蓝郡军会落到不忠不义的地步。郑叔跟着师父出生入死20年，不会背叛师父，也不会害蓝郡军，这里头一定有别的原因。你是说他们也被骗了？有人在背后布局，利用师父的死，逼蓝郡军在千秋宴上闹起来。郑叔只怕还蒙在鼓里。事情还有转机，明日我也会去芙蓉园，我会想法子阻止郑叔。那里全是贵人和禁容，你一个人太危险。你守好自己，以后除了我，谁都别信。阿宁，幸好有你，不会有事。恭祝太后千秋圣寿，福泽绵长。都起来吧。昭华今日来得早，比去年有长进。皇祖母，孙娘抄了一卷佛经，愿皇祖母福寿安康。昭华有心了。皇祖母，孙女儿也抄了佛经。自家姐妹想到一处，母后有福，连福分都是双份。哀家老了，旁的不盼，就盼多抱几个孙儿。你们要上心。云舒啊，你是圣上心尖上的人，也该让姐妹们沾沾光。太后娘娘不知臣妾已小半月没理陛下了，既然您发话，臣妾再同陛下冷战3个月，就当给您添寿礼。启禀太后娘娘，陛下带朝臣贺寿到了。快迎！儿臣带朝臣来给母后贺寿，恭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诸亲有心，都起来吧。阿晨，瞧着清简了，近日可是太劳累。近日确有些伤神，劳皇祖母牵挂。政务再忙，也要歇息。孙儿记下了。那是阿玉吧？快过来。太后安康。好，好，一个是储君，一个是国公，大魏有你们是百姓之福。你们年岁相近，日后更该同心为国。崔玄烨，你送来的那份礼，姑记下了。苏问心之死，有人借崔家挑太子，今日宴上，水会更浑。哈哈哈，母后这般喜欢阿叶，不如替他寻个好娇娘，收收他的心。皇祖母，都是好孩子，瞧着也般配。太后娘娘慎言，婚姻大事关乎2家体面，也关乎女子一生，
不该拿来玩笑。国公还是爱叫人，今日是皇祖母生辰，你半分也不肯让。微臣性子愚钝，还望太后恕罪。锦清向来守法度，朕看重的正是他直言不屈。罢了，你们年轻人都有主意，都去忙吧。哀家这儿不缺人陪。崔玄烨，今日这笔，故意记下。太子谢氏、蓝俊旧案，全几经今日寿宴了。陛下还是想收拢崔家。父皇老了，竟想用昭华拿捏崔玄烨。当年老臣扶陛下登位，10年过去，陛下已忘了谢出了多少力。外祖父有剑驴上殿的殊荣，也压不住父皇宠崔云舒。盛宠崔家女，又想拉崔家制衡谢氏，殿下，是时候给陛下敲敲钟了。芙蓉园夜宴，听闻是成王殿下一手操持，殿下孝心可嘉。本王只是为皇祖母分忧，诸位过誉。暗探来报，乌马那边有异动，应是有贼人混入。我已让人封住消息。外祖父不奏明父皇，太平日子过久，天子也该知道，离了谢氏，宫宴也未必安稳。刀剑无眼，祖父也怕伤了姑。殿下身边多派护卫，防患于未然。一群杂鱼，就随阿王处置。是。快些！误了进宫时辰，谁都担不起。萧息，香笼点齐了。教坊司的人随我来。劳烦公公。在此候着，传召后再上高台。今日贵人多，谁乱走，谁掉脑袋。都听见了，把脚给我定在这儿。郑叔若混进寿宴，多半在五乐队里。萧息，少了一箱衣物，是新做的水袖裙。谁负责那箱？我明明搬下车了，我真的搬了。萧息，现在骂也来不及，我回车上找，快些还能赶上。魏哥哥，快去！郑叔，再等片刻。教坊司少了舞裙，小的回车上取来。进去，别乱走。哼。八仙那边呢？谁去补妆？角落候着呢，别催我。东殿没有，五马月司在北殿。若现在过去，再赶回西殿会迟。瞧你们这汗，一会儿妆花了，谁给补？站好了，杵着做什么？嬷嬷受累，这活交给我吧。你是哪处的？梨园请来的庄娘，长师吩咐我们手脚勤快些，别误了上台。仔细些，彩漆沾身，洗都难洗。你的腿是何时断的？你是谁？郑叔，是我。阿宁，你还活着？阿宁，真的是阿宁！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将军若知道，郑叔腿怎么没的？我有负将军蓝军将士。阿宁齐头的腿是被萧山守将按军法砍的。军法？陛下把蓝军5万将士并入萧山郡，萧山军却骂我们是叛军逃兵，军饷克扣，军粮也少，还让我们替他们洗私物。军营小事分明是蓝军军营了。萧山守将说我们胜之不武，齐头替兄弟们说话就被萧军指斩了一条腿。别说了，你们为何来圣安？我有无军籍，便替将军和蓝军军面圣申冤。我们是自跑出来找齐头的。信吧，不能自己，师傅也会被盯成叛臣逃兵。这就是你们要的公道？除了你们，还有谁来了？还有100多兄弟，其实大家都想来。100多人足够把寿宴搅成血案。背后那人要的不是申冤，是逼蓝军军反。他们在哪儿？八仙坛准备。五马司。时间不多，郑叔，平民也要保。有人同意拿你们当旗，这盘棋不能按他们的路走。
退出千秋宴。城破那日，是阿宁独身出城，拦住5万蓝救军回城送死。他让退，就一定有退的道理。我听你的。酉时3刻，太后移驾紫云楼，贵人、禁军、宫人都会往前头去，后园会空出一段时间。巷子里停一辆骡车，灰棚、青布帘，上车后去图上地点等我，谁都别露面。那五马寺的100多兄弟呢？他们人多，不能一起走。我们5个能藏，人多便会惊动禁军。忠勇之士不可弃，我有办法保全他们。阿宁，你要怎么做？现在不能说，你们先保住自己，等我信号。都站稳，别让人看出破绽。八仙板好了没有？快进后场。母后，今日朕陪您登紫云楼，满园春色，都给您贺寿。陛下有心了。母后喜欢，便是朕今日最大的喜事。慎言，今日是太后千秋，这话不能出口。国公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排队？陛下特意吩咐，国公不必拘礼，与祭酒大人同席，请随奴婢来。有劳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魏哥们怎么还没回来？员外戒严，禁军挨个查牌，我绕了2处才进来。回来了就好。红锦绿罗，快换衣服。辛苦魏哥哥了。分内事。魏小哥，快歇歇。多谢。也不知做贵人是什么滋味。有人把灯火当盛世，有人把命压在这一夜。吴略跟我走，准备登台，其余人留在西殿，谁也不许乱跑。教起，我跟着去。若贵人临时点阅，也好照应。行，把备用武器带上。女君是在担心姑姑他们。我在想，天道这次站在哪边？女君何必多想，您为蓝郡做这么多，天道自然站在您这边。郑守业那样的人，把忠义看得比命重，只要鼓点响，他会走到圣人面前。那女君呢？您不进宫吗？他若在圣安，就一定会来。他舍不得蓝郡君死，若天道不允，我便自己抢。众宾行礼。臣等恭祝太后娘娘千秋长寿，圣寿无疆。都起来吧。开宴。崔大人被太保请去论事，陛下吩咐请国公与太子殿下同席。孤不喜与人同席。不必麻烦太子，国公若不嫌弃，与本王一道如何？太子一贯如此，国公莫放在心上。殿下客气。崔玄烨，你倒会选。好了，你要气到什么时候？陛下和太后都有意，这事儿跑不了。他压根儿没瞧上我，没瞧上你，也没瞧上别人。今日满朝文武都看见太后娘娘的意思了。我不想拿公主身份压她，我盼她心里也愿意。痴儿，
你光说我，你若有本事，去降服我阿兄。太子殿下怎么了？前几日母后同阿兄提迎娶正妃，他说若娶谢家女，便一并纳王家、郑家、卢家，反正是联姻，大家都热闹。殿下真这么说？崔玄烨气人，可只是不开窍。我阿兄不同，他薄情，没人按得住他的头，父皇也不行。陛下，午马已备，请陛下与太后娘娘移驾观礼。诸位爱卿一同前去。陛下万岁，太后千岁。平身。蓝君君没有动，郑叔那边暂时稳住了。不是说岳起便饮马冲楼，为何没有动静？计划变了。姑姑，找过了，郑守业那几人不见了，五马司里也少了几张熟脸。半年不止，竟在此刻出岔。女君还等着复命，现在怎么办？动手！好，父亲，怎么？你自己小心。护驾，护驾！几支箭就下成这样，退战！郎君，你换我。驯马！救命！马疯了！别急，孩子还在前头。蓝君君没动，姑姑动手了，再不上楼就进不了那处地方。接着！蓝俊君听得懂这个哨，郑叔的人若在，就该认出来。上马！是蓝俊骑令，听他的。左翼去廊桥，别让马冲女眷。左翼封廊桥，右翼散人群，受伤的马往水边赶。好本事啊！姑姑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禁军快封远了。怎么会？他怎么会蓝俊军旗令？女君还等着我们回去复命。停了，马停了！是他救了我们。敢在孤眼皮底下躲藏，这胆子不小。霍军，把他给姑抓来。崔展，在。欺负女娘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跟我打！滚开！九星死士，就这点手劲？无忧，你去。往西门走，不许回头。女君说，乱起之后进紫云楼东侧，东西若在，我便能离开教坊司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气云阁呢？女君明明说东侧。他没说完，这里只是东侧，不是气云阁。这锁怎么开了？3楼也搜，别让乱党混进去。3楼海棠，女君，你最好别骗我。2楼清过，贵人全撤了。那五马司的人还抓不抓？少问，走。他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不会只为金家。莉莉还在楼里，她要找东西。我胡色丝线，她去过东侧。它落在这里生根，便是想留在这里。我把它带回宫，它就白逃了。阿宁，你喜欢它，为何不迁回宫里？是我自己选的。快走，嬷嬷要找来了。小阿宁来过这里，气云阁不在偏殿，在3楼东进。果然在这儿。他不知道确切位置，只拿到半截线索。女君说就在这里，到底藏在哪儿？绿萝，有人来了，快跑！你是谁？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东西已经找到了，你先撤，我拖住他。你走，殿下的人来了，你留下就是死。你都护得紧。胆子大，命薄。哼！看住他。他追绿萝去了，回来不会太久。小阿宁推门进来，先往窗边跑。他藏东西不会藏在箱里。找到了。这不是寻常密信，李罗背后的女君要的是这道东西。不能停，不能被抓。跑错了，那边是死。抓住了，送去殿下别院，别让他死在路上。装晕骗我，胆子真大。你跑不掉。走。退后。老君，别出声！放开我家郎君！回府，
听郎君的。郎君这是怎么了？那女子都把簪子抵脖子上了，他还让咱们退。郎君自有安排，他能藏进车里，外头定有人追他。那也不能让他挟持郎君。你现在先连，他手一抖，伤的是郎君。回府。别动。看着我，眼睛珠子也不许动，不然刺你。郎君，前面有人拦路。有人要抓我，你送我出去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凭我现在离你最近。东宫的人也敢拦崔家的车，国公见谅。黑甲未奉太子之命捉拿刺客，出入芙蓉园的车马都要审检，请国公下敲。大胆！国公车驾也是你能查的。若车中没有刺客，国公何必避而不见？开道！大人，车里有人。喂！跟着他们。多谢小果子。你谢人的方式倒新鲜。事急从成，国公心胸宽，不会同我计较。他们不敢同崔家硬碰，只会一路跟着，等我落单。今晚我先跟你回府避一避。你把崔府当什么地方？太子的人不敢搜的地方。季无忧追你，你认得他？太子9星之一，苗疆古树，蛇鞭短笛。他若盯上你，崔府门口未必清静。所以我才找你。圣安城里能让魏尊顾忌的人不多。你冒险进紫云楼，拿到了什么？这东西不能现在交。崔玄烟可信，但崔家未必能替蓝竹君担命。实不相瞒，除了避祸，我还有一事想同国公商讨。所谓何事？我为蓝竹君而来，